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坠海，吴磊变糙汉，李现当刺客，这届男星为什么集体不要脸了？你们发现没？最近内娱的男明星们好像集体不要脸了。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，是字面意义上的不要脸。王一博攀岩从岩壁上掉海里了，视频看着吓死人。结果人家爬起来拍拍水，接着录节目，粉丝还在那玩山别他牙别他的梗。吴磊更绝，好好一个国民弟弟，在国外社交账号上晒出络腮胡肌肉照，活脱脱一个糙汉，跟国内那个白净少年简直判若两人。李现呢，大雪天裹得跟个故宫刺客似的，混在游客里拍雪景，结果因为身高和那台哈苏相机，分分钟被认出来，他自己还自嘲以后不穿一身黑了。这仨人，一个到处爬，一个到处拍，一个到处骑，被网友封了个内娱活人三巨头的名号。你说怪不怪？以前明星生怕脸上有个痘，现在倒好，王一博被拍到生图说脸垮。吴磊故意把自己晒得有黑起皮去演渔民，他们好像一点都不在乎了。这背后到底图啥？是真心热爱，还是另有所图？今天咱就来唠唠，这帮男明星扎堆卷户外，到底卷出了什么新花样？先说说王一博那场吓坏全网的坠海吧。当时视频一出来，王一博徒手攀岩手滑掉海里了，直接冲上热搜，好多人看得手心冒汗。后来中国探险协会赶紧出来科普，说这叫深水暴食，是专业极限运动，掉水里就是缓冲，现场有全套安全措施。但这事儿有意思的点不在这儿，你看节目组后来披露的细节，那落水点高度是精确测好的 3.8 米，海水深度确保 2.4 米以上，连浪高都控制在 0.3 米以内，还提前让专业替身落了20次水做测试。这哪是意外啊，这根本就是一场设计好的可控冒险。但王一博的反应更绝，掉海里之后，他没慌也没退缩，很快就调整好状态，转头就去海钓了，还笑着说喜欢上钓鱼了。他在节目里说，攀岩让他有活着的感觉，目标就在那儿，爬上去了就完成了。他还说恐惧的对面是旷野，这话听着挺哲学的。他好像特别不喜欢被别人鼓动去做事，就喜欢自己挑战这些。为了录探索心境2，他搞了个为期6周的北美攀岩公路之旅，把运动攀登、传统攀登那些门类学了个遍。你以为他只是玩票？人家可是正经拿了国际赛车 D 级执照，还在 China GT 上海站拿过冠军的。这么一看，他从那个唱跳偶像变成现在这个岩壁上找活着的感觉的人，转变可真不小。再说吴磊，他的变脸更让人意外。一张是在社交媒体上发的阳光卷毛自拍，少年感满满；另一张是电影《东极岛》的片场照，光着膀子，皮肤晒得有黑起皮，头发被汗和海水泥的一绺一绺的，在浪里翻滚救人。这哪还是同一个人？为了演好那个叫阿当的渔民，他提前跑到舟山渔村去体验，主动要求暴晒，直到皮肤变成酱油色。这可不是化妆就能解决的。但吴磊的糙不止在戏里，他那个自导自演的骑行纪录片岂有此理，才是真把糙字刻进了生活里。素颜出镜，一个人一辆车，在公路上咬牙上坡，在酣畅的下坡，没有剧本，没有妆造，就他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，跟风景对话。在赛里木湖边上，他碰见个摩托车骑友，俩人都不认识对方，就坐在路边对着雪山湖水聊天。热点新知，吴磊问人家：“你认识我吗？”对方说：“不认识。”这种完全剥离了明星身份，纯粹因为共同爱好而产生的连接，
对他来说特别珍贵。结果聊完分开，1个小时后，俩人又在路上遇见了。那个摩托车骑手绕了一圈又追上他了。这种路上不期而遇的故事，比任何编排好的综艺剧本都动人。他这么折腾自己图啥？他自己说过，演员需要从生活里积累养分，骑行能带给他能量和快乐，让他去看更多地方，见识不一样的人和事。从《琅琊榜》里的小飞流，到《星汉灿烂》里设计糙汉美学的凌不疑，再到《东极岛》里彻底毁容的渔民，他好像一直在用力地撕掉弟弟标签。有文章分析说，这种转型，一方面是主动想演更有力量的角色，另一方面，在娱乐圈这个复杂环境里，把自己变成硬汉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保护色，能让那些只盯着鲜肉标签的纷扰离自己远点。是主动破局还是无奈妥协？或许两者都有吧。最后来看看李现，他卷的方式比较安静，但后劲挺大。2025年12月北京那场初雪，他背着哈苏相机，一身黑冲锋衣，像个故宫刺客一样溜进去拍照。尽管捂得严严实实，但那185厘米的大个子和专业的装备，在人群里还是扎眼。很快就被游客认出来了。他后来还挺幽默，说以后不穿一身黑了。这事儿好玩在哪呢？他特别野生，一个当红演员，不趁着雪景发自拍，反而像个专业摄影师一样，提前1周看天气预报，预约门票，就为了去拍红墙白雪。他拍的那组照片，聚焦午门、角楼，避开人流和网红打卡点，拍冰冷，拍雪中的石狮子，甚至拍到了一只头顶落雪的玉猫。网友说，他拍出了吴娘娘公主的纯净故宫。李现玩摄影不是1天2天了，早几个月，他还被人发现混在北京大爷的打鸟团里，扛着长焦镜头拍鸟。后来他又跑去西藏，在库拉岗日雪山搞重装徒步，就为了等一个日照金山的镜头。他说，之前有段时间特别焦虑，总想着规划很远以后的事，这2年心态变了，觉得不如享受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。摄影、户外，就是他跟世界重新连接的方式。他越是被公众人物的身份包裹，就越想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接触真实的世界。在剧组里，他还成了互勉摄影师，给李一桐拍过民国风的美照，给杨紫、赵丽颖拍的照片也上过热搜。对他来说，相机好像成了一个开关，一拿起它，就能从明星李现切换成一个纯粹的感受者和记录者。你看这3个人，路径完全不同。王一博追求的是极限挑战带来的那种活着的感觉和征服感，在专业和危险边缘试探，甚至带动了阳朔攀岩路线的旅游热度。吴磊是通过骑行和毁容式演戏，在路途和角色中寻找自我，完成从少年到硬汉的蜕变。李现则是用镜头捕捉静谧的风景，在徒步和等待中找到对抗焦虑的平静力量。但他们仨又特别像，都在用力地摆脱某种东西，可能是精致的偶像包袱，可能是被定义的角色类型，也可能是那种被围观的不真实的生活状态。他们选择的方式都是走向户外，走向自然，走向那些需要付出汗水、忍受狼狈，甚至直面恐惧的真实场景。攀岩会失败坠海，骑行会风吹日晒，徒步会筋疲力尽，拍照要蹲守等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晒黑了，累垮了，脸被拍得不好看了，好像都变得不重要了。网友说他们是内娱活人，大概就是因为这份活气儿，不是活在精修图里，不是活在预设的人设里，而是活在有失败、有狼狈、有汗水，但也有巨大快乐和真实触感的自然世界里。当别的明星还在卷谁的脸更完美，谁的造型更出圈时，
他们仨，一个在岩壁上找支点，一个在单车上追风，一个在镜头后定格时光，卷的完全是另一个赛道了。